怎么回事？吾渡劫失败，神魂应消散于天地之间才是。吾这是在哪兒？妈妈，哥哥抢我玩具，然後他踩到積木摔倒了。這個掃把星，害我難產重病，又克死他外公外婆，如今還想禍害我的浩浩，掃把星一個！就讓他自生自滅吧。哼，走。原來如此，你因一個養子變成活死人，又被榮家人丟到這裡自生自滅。榮昭，你的仇和恨，吾記住。既然吾借你身重生，且看吾替你逆天改命。哪來的臭乞丐？今天可是我家少爺的生日宴，趕緊滾！這條疤是大少爺。爸媽，好弟弟，別來無恙啊！這就是佔用了榮昭身份，說復活了20年的假少爺榮浩。聽聞大少爺不是送出國療養了嗎？看這身乞丐打扮，怎麼像個鄉野村夫？榮昭，你看你從小就不修邊幅，今天是你弟弟生日，也不知道打扮一番再來。媽，哥都當了這麼多年活死人了，你能指望他能聰明到哪兒去？哥，我敬你一杯，慶祝你清醒歸來。教養都被吃到狗肚子裡了，你弟弟敬你酒，瞎了沒看見？媽，哥剛從鄉下出來，一個鄉下人懂什麼禮儀規矩啊？心思都寫在臉上的蠢東西，你想玩，本尊就陪你玩玩。你有心了，但你我2人兄弟之間，不必行如此大禮。你榮昭承蒙父母不棄，於今日認祖歸宗，往日未曾承歡膝下，是兒子之過，往後定當遵守祖訓，不負期望。這大少爺行的可是我榮家最標準的吉手禮，怕是老祖宗來了也挑不出錯處啊！不愧是我榮家的血脈，榮浩，跟你哥學學，一點都不穩重。哎呀，老公，浩浩跟着書畫協會的李會長學畫8年，終於小有所成，特意要展示給你看呢。這般畫技也敢稱絕啊，連墨都暈染不開，倒像是製銅的塗鴉之作。榮昭，你一個植物人，別說畫了，字兒你都不識幾個吧？在這胡說什麼啊？哇塞，畫的真好！哎呦，畫的真不錯呀！是啊，太好了，栩栩如生啊！哎呀，好，真好，畫的真棒。這大公子不似文人運筆，倒是像劍客挽花。自從老祖宗佩劍不翼而飛，洪家劍道凋零，轉戰商界，我便再也沒見過這麼高等的劍法。雄渾蒼茫，氣象恢宏，這才是好畫。好啊，既然你醒了，那也是時候認祖歸宗了。老公，今天趁各位都在，不如將浩浩進公司當總經理的事兒，
当大伙說了吧？啊？我竟不知道家族的产业还轮得到外人来指手畫脚了。父亲非我親族，其心必異。家族的基業當由真正的血脈來維繫。有些事兒確實該有個界限。啊？你懂什麼？要不是浩浩出方案解決了榮氏的爛尾樓項目，你爸還不知道要憂心多久呢。哼！哥，在公司都是以實力說話，你覺得我不行，不如你也出一個方案。如果你的方案比我好，我就把這個項目讓給你，好啊。裝腔作勢，怕是連設計圖都看不懂啊！承重牆計算錯誤，地基荷載超標，一味節省預算，不顧設計，到時候出了事兒，這裡的花銷還比不上賠償款的零頭。那你有什麼想法嗎？若是用宋代营造法式的斗拱結構，其成本不僅可以省上30%，它的堅固結構還能更上層樓。確實可行。爸記得你從小就愛玩積木，果然啊，有天賦。瞎貓碰上死耗子罷了，一個廢人，跟我爭！還有誰覺得我配不上這項目？這不可能吧？這廢物大少爺輕而易舉就使出了百年無人掌握的劍氣震盪，不可能，肯定是我看錯了。那就按我刚才說的做，這個項目榮昭你負責，拿回去完善整份項目，做好了再給我。哼。那可是當初公司最看好的項目之一，出於各種原因，當年無法繼續推進，不得已你爸才放下。要是能順利重啟，一定會給公司創造巨大的價值。要不是他突然出現，這項目肯定是我的。既然誰的方案好，項目就歸誰。只要完美的那份設計出現在你手上，不就行了？謝謝媽，我知道要怎麼做了。這具身體的天資根骨都是上乘，若不是榮浩，榮昭日後定也是人中龍鳳。榮昭，這次不會是真的，給我滾回去當你的活死人吧！有事兒，我怕你住不習慣，特意來看我，還是看設計圖啊？哼，公司水太深，你把握不住，乖乖把設計圖交出來，等我以後繼承了公司，還能留你一口湯喝。人心不足蛇吞象，榮浩，你連自己幾斤幾兩都搞不明白，還想覬覦我的東西，那你是敬酒不吃吃罰酒。當年推我就是這隻手，當年推我就是這隻手。我的手，下次碎的可就不是花瓶了。榮昭，你給我等着，下次我一定將你徹底鏟除，永絕後患。
蒼冥劍，荣氏。是了，吴当年的剑头便是姓荣，许是当年他在吴渡劫失败之后，将苍冥剑给保管了起来。时也运也命也，今日一劫是吾命中注定，是死是活，吾自无悔。时也如何，命也如何，运也如何，山人为剑尊卜了一卦，您的生机在1000年之后。这一机缘看来是命中注定了。苍冥启灵，一剑荡尘寰。老伙计，原来这些年一直都是你在守护荣昭，守护我。这方位似乎离吾当年舍弃一身黄白之物，正式開啟修仙之地很近。只可惜啊，滄海桑田，雖然施加了障眼法，卻不知還能否找回。老友，多謝提醒。二位有何指教？哼，一个废物还敢到處亂跑，也不怕被野獸吃了？啞巴了？哼，還是說你終於認清現實了？可惜了，就算你現在跪下來求我也不會放過你的。這句話也是我想對你說的。死到臨頭還敢這麼囂張！給我上！他們可都是黑帶高手，竟然連這廢物一招都接不住。榮浩，我上次就說過，還有下次，碎的就不是花瓶了。我錯了，我錯了，你饒了我吧！你給我等着！老友，多年不見，你還是像以前一樣霸道。小小的劍氣就把他們震暈了，現代人的體質啊，真是弱。哎呀媽，你不覺得很奇怪嗎？這榮昭一共睡了10幾年，突然醒來就變了這麼多。當初榮昭獲名成植物人，榮承志為了面子，對外說是送去了國外休養，其實是被送回了廢棄的祖屋自生自滅。偏偏他還好端端回來了。這沒人照顧，又受了重傷，怎麼可能活下來？這個榮昭該不會是別人假扮的吧？哎呀，爸可是說了，過幾天就給他準備認祖儀式了。媽，就算他是真的，傷了你，媽也會讓他成為假的。真夠大牌的，讓大夥都在等他。要我說，就那身破爛衣服最適合。哎，這通身的氣度，哪像是剛認祖歸宗的野小子，分明是久居高位的世家公子。來，榮昭，見過長老和你叔叔嬸嬸們。慢着，各位看看清楚，這野種根本不是榮家血脈。什麼？
是誰？看我兒子荣昭到底有什么目的？荣昭浑水多年，一直是我的心结。你这歹人，竟然利用他混进我们荣家！一个植物人刚醒，怎么可能会那么多？说，你是不是其他家族派来的奸细？祖师爷在上，我荣家世代供奉剑尊千剑皇，敢冒我荣家血脉，是对千剑皇不敬。来人，把他抓起来，好好教训一番。剑尊在上，谁敢造次？啊！这是苍冥剑，剑如见剑尊啊，还不跪！哎呀，还要再验一次血，看看我到底是不是剑尊后人吗？能获得苍冥剑的传承，他不是荣昭，还能是谁？慧兰、荣浩，还不快向荣昭道歉！不可能！苍冥剑丢失这么久，怎么可能这么巧出现在他手上？一定是偷的，要么这剑就是假的。混账！苍冥剑是上古神剑，如水如影，来去自由无踪，谁敢偷？谁能仿啊？长老不必生气，荣浩不是荣家血脉，不熟悉苍冥剑，倒也情有可原。少在这装神弄鬼！我自己亲生的兒子，我還不清楚？打小身子就弱，活着都費勁，更別提回劍了。你就是個假貨！李慧蘭，你還真是愚蠢至極，抱着個廢物當救命稻草，不顧自己親生兒子的死活，把他放到鄉下自生自滅。你這個母親當的，真是好極了。什麼？當年李慧蘭是把大少爺扔去了鄉野。李慧蘭，你真的好歹毒啊！我沒有，你們別聽他亂說。榮昭，今天非要打得你跪下來喊我爸！啊！滄海凝光，萬里朗溪，這是劍尊悟道的最後一章。隨着劍尊隕落而失傳，你怎麼會的？劍尊夢裡教的，還要奉旨嗎？啊，不敢，不敢。哼。最近的錢行在哪兒？錢行？是銀行吧？中央公園旁邊就有一家誠興銀行。誠興倒是和我一位故友同名。好啊，承志，你生了一個好兒子。有榮昭帶領，我榮家成為5大家族，指日可待呀！一群古板的蠢貨，這個時代已經證明了，只有圈錢才是王道。至於什麼劍尊傳人，只要我活着，榮氏也只能在我的掌控之下。哎，這裡是 VIP 廳，你來幹什麼？我來兌換存銀和地契。找茬吧你！就你這樣的，你有幾個錢？走走走。誰啊？文人小姐。進了銀行就是我們的顧客，客戶就要認真對待。你倒好，還想上手。這位先生，對不起，我這就為您辦理業務。多謝姑娘。不用謝，文縐縐的家伙。文縐縐。先生，這些都是1000年前的東西，早就沒有效益了。您當古董賣了還差不多。那就賣了吧。你們能做主嗎？可以是可以，不過我們需要先送去內部鑑定物品真偽，請您稍等片刻。行。
经理，他就是那個企圖盜賣秦家家印的，那個消失了1000年的秦家家印。聽說秦家從帝都5大家族之首淪為末尾，就是因為家印丟失，一直被詬病得位不正。不好意思，程興今天臨時閉門，請下次再來。請吧。經理，趕快叫執法隊來抓住他！住口！不得對少主無禮！阿文吶，秦家的生意涉及各行各業，程興只是最微不足道的那一個。然而，只有秦家嫡系繼承人才能得到程興，因為秦家世代最重要的使命就是等待那一個人的歸來。敢問，千劍皇陳希壽是您的什麼人？是我師祖。參見少主。參見少主。秦程興是你先祖？是，先祖以自己名號開創程興，就是期盼有朝一日能等到尊上。隨着修行深入，我對紅塵牽念愈發廣泛。程興明白我終將離開人間，於是送我此物以表紀念。沒想到這竟是他家族信物。原來如此，一直聽聞您變成了植物人被送到鄉下靜養，原來是您的障眼法。秦文在此恭賀少主出山。多謝。少主，您需要的資金我已經打到卡上了，您可以隨時取用。木盒當中的地契、銀票等物雖已無用，您仍可留作紀念。誠心誠信，方能成興。你們秦家做得不錯，這木盒往後便交由你保管便是。對了，少主，不如您跟我回秦家，我們定以您馬首是瞻。果然是鄉下人，一個銀行都能逛這麼久。這是本少爺的舊手機，你拿着，別以後又找不到你們。無禮！你這是什麼態度？你算什麼東西，也敢管我？等我娶了文人卓流，代替你們成為新的5大家族，我就把你們全家都趕出帝都。舒昭，你竟然帮着外人，你個吃裡扒外的東西！何方邪物在此作祟？沒有靈力波動，難不成是機關術？一個災星，還不快滾回！媽，痛死我了！我的乖乖，來，媽餵你。下周是文人老先生的80大壽，屆時帝都有名有姓的人物都會出席，你們都放機靈點啊，和他們打好關係。他要是去了，不是明着告訴別人我是冒牌貨嗎？爸，這麼重要的場合，還是別讓他去，萬一給榮家丟臉怎麼辦？榮昭今天還打了浩浩呢，學了劍術就是用來欺負自家人的。你敢打你弟弟啊？榮浩今天在誠興銀行，當着秦文的面出言不遜，若不是我及時管教，恐惹秦家人不滿。一只手臂換全族安寧，這買賣不說得好聽，你明明就是故意。夠了，榮昭說的有理，秦家是微不假，但仍是5大家族之一，我們惹不起。我已經在秦家人面前露過面，表露過身份，若是不參加宴席，反而會落人口舌，被說是禮數不周，蔑視5大家族。好好養你的手，難道在宴席上還要你媽追着餵飯嗎？你也少慣着她，傷的又不是右手。今天到場的賓客都非富即貴，你給我安分點待在角落，在這兒你丟的可是我全家的臉。那就是榮家那個剛接回來的植物人大少，可惜了，一點也不入流。對了，聽說這次宴會除了是為老爺子賀壽，更是為了給文人小姐挑選合適的夫婿。那個小魔女
誰敢娶？誰是這個？老先生和文人小姐來了。是他。此女虽心性质朴，与人为善，可其行事过于轻浮跳跃，失了世俗嫡女该有的端庄。不会是忘了？又想跑？说好了，今日会乖乖陪爷爷的。哎呀，遵命，爷爷。志尧见过老先生，祝老先生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多謝，你有心了。爺爺，我和瑤瑤離開一下。剛剛卓靈為什麼朝你拋媚眼？我們站在同一個地方，你怎麼知道他是在向我拋媚眼？對自己那麼沒自信嗎？也是，卓靈怎麼能看得起你這個鄉下？不過我還是要提醒你，別打卓靈的主意。無聊，我怎麼可能看得上他？哼，還輪得着你這個鄉下人的嘴？別挑上來！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你个混账，竟敢在大庭廣眾之下欺負你弟弟！目無兄長，不知廉恥，該打！你算我哪門子的哥哥？若論血統，你又算我哪門子弟弟？行了，別爭了，少叫人看笑話。抱歉，驚擾各位。烈弟喝多了酒，說了不少話，當由我這個長兄管教他。你把你弟弟打成這樣，叫做管教？榮夫人這麼說也太偏心了。我作證，分明就是榮浩出言不遜在先。走。尊上，若你實在沒有喜歡的人，可否讓素素做您的道侶？難道他也是出生來的？喂，你在看什麼呢？你好，我是蘇家長女蘇之遙，聽聞你身體恢復，得以歸家，恭喜。多謝寡妻。舉止言談雍容大雅，這才是一家長女該有的姿態。不像某個人。你怎麼回事？見了我總沒好臉色，卻對瑤瑤那麼欣賞。蘇小姐知書達理，有當家主母風範，自會讓人高看。什麼主母不主母的？你也太古板封建了，你這都哪學來的？是你這個年代太開放了。你說什麼呀？文人小姐，男女有別，注意體統。我哪不注意體統了？分明是你這個私眼老古董，自己想歪了。原來他們倆是這種關係啊！老先生萬福。好孩子，方才的事我聽說了。抱歉，驚擾了您。小輩怕榮浩繼續撒酒瘋，壞了您的壽辰，不得已在眾人面前制止他，算是讓他長個教訓。舉止有度，言談有理。靈兒啊，你可要好好的和人家學學。不學，不熟。不熟？怎麼身上還穿着別人的衣服？不如這樣，榮昭啊，你來做靈兒的禮儀老師如何？爺爺，文人家族是這個時代的名流望族，不宜交惡。再者，他和蘇之遙熟人，或許能從他這兒打聽到蘇之遙究竟是不是素素。能為文人小姐做指導，是在下的榮幸。好，那便一言為定。管你！
先生，老爷在后院练剑，请随我来。我心无鞘，清心如水，清心即水。我心无罪。生活不易，老人慢意。哎呦喂，要不是为了灵儿，我才不给自己找罪受呢。哎，荣昭，何方宵小，竟敢按着偷袭我们功夫！误会了，陈大师，那是我的客人呢。什么？那斗气劲至少包含了我8成功力，他这么轻松就挡住了。啊哈，抱歉了，小兄弟，是我冲动了。但是你也不该偷看我演武啊！这是我的剑法，何来偷看偷学一说？二位都是我府上的贵客，若是你们生了嫌隙，那就是我的过错了。来，都坐。老先生，他说的对，是在下不该，所以下次你不必让他再登门。你小子什么意思？错了，而我不该来了，知不知道？我在外面一客难求啊！你剑招有误，何来资格为师？你好大的口气！我们剑派乃上古剑皇陈希授的藏海云天剑法，我又乃门派嫡传，哪里有錯？沧海桑田，日月轮轉，萬事萬物皆在流轉，劍招傳歪，有何問題？吾倒不知自己什麼時候有嫡傳了。歪理！你要是有本事，你我過2招試試。這怎麼可能？承讓，你劍法有誤，連最基礎的蒼龍出水都無法練成圓滿，注定無法再精進，又何止說是千劍皇的傳人？請小師傅指點。哎呦，還好，再打下去啊，我得把我這老宅給拆了。奇門學。多謝小師傅，敢問你師承何方神聖？千劍皇陳希授。這怎麼可能啊？他一眼就能看出我的修行不錯，又能點出其中關竅，難道真的是千劍皇的傳人？傳聞千劍皇歷劫失敗後消失得無影無蹤，難不成是一直隱居到現在？老先生，今日後我不能再教你習劍了，我劍法不精，仍需努力。回見。陳大師，你走了，誰教我強身健體？我學不會，又怎麼教我孫女兒啊？哎呀！哎，榮昭啊，裡邊請。榮昭啊，不如……哼，我拒絕。哎呀，爺爺，我不鍛鍊，這麼熱的天，流汗多難受。再說了，我身體好着呢，是吧？是，好着呢，是挺好的。不行，這次啊，無論如何不能被你帶過去了。榮昭啊，除了禮儀，麻煩你監督他鍛鍊。爺爺，你武術基礎薄弱，又只是為了鍛鍊。從太極入門即可。你來真的呀？哎呀，我們發出點聲音糊弄下爺爺不就好了？君子一言，駟馬難追。哎呀，我又不是君子，我是小女子，要不你就饒了我吧。站起來。中間一個大西瓜，從中砍一刀，一半分給你，一半給他，給他他不要，這半他不收。哎，這口訣你哪兒學來的？
你诓我吧？我要是说野马分鬃，白鹤亮翅，白虎抱山，你能听懂吗？算你狠。马步蹲好，手摆正，这边。哎呀，你别靠我这么近，痒。为何这样心事不长？文人小姐，男女授受不亲，我不适合教育，还是让老爷子另请高明。老古董，这就受不了啦。文人小姐，请你自重。怎么？我怎么就不自重？你教不了我，那让我教教你。我看你好像对西方礼仪不是很熟悉。刚刚那是贴面礼，还有吻手礼，还有亲吻礼。要不要我跟你当老师啊？不如你就留下。你们继续，继续。为什么我没有第一时间推给他？罢了，多想无益。我果然不擅长这类女子。怎么回事？我为什么也会害羞？我上去换身衣服。荣昭这孩子稳重有担当，如果和灵儿能成一对儿，就更好了。荣昭啊，你的司机什么时候来接你啊？我没有司机。那你怎么回去啊？我走路回去。文人老宅距離市區將近15公里，這人是在說冷笑話嗎？你是我文人家的客人，怎麼能走路呢？你呀，一會兒啊，你送榮昭回去。我啊，走吧。不用，我自己可以回去。你要怎麼回去啊？真走路回去啊？正好精進體能，一舉雙得。我說你這什麼劍法啊，禮儀啊，為人處事啊，都說得頭頭是道，怎麼還總被家裡人欺負呢？欺負？榮家人還沒有這個能耐，我不在意那些。想獨善其身呢，沒有錯，但該爭的還是得爭啊。你都不知道外面的人精着呢，即使爺爺表現得多喜歡你，但是他們仍然會覺得你是不受家族重用的棄子。哎，走吧，今天本小姐送你回門，保證他們不敢看輕你。回門不是這樣用的。哎呀，你少管了。啊，文人卓靈居然親自送榮昭回來，文人家真的這麼看重他？修仙講究修心，修心之法講求排除機巧之心，忘卻榮華富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沒想到在這現實反而成好拿捏的意思。來，看來在這個社會，有些名利不得不爭，何況這是榮昭應得的。聽說文人老先生不僅留你吃飯，還讓文人卓靈親自送你。老先生請我做文人小姐的家庭教師，又得知我沒有車接送，特意讓文人小姐送我回來。你怎麼安排的？這不顯得我們榮家小氣了嗎？之前又不見你說什麼，現在快請我來了。我馬上讓人多招一個司機。不夠，作為榮家大少爺，還有文人小姐的家庭老師，絕不能在外人面前丟了份兒。給榮昭再安排一輛專車。連號都還沒有。父親說的是，文人家族世代簪纓，
雖然不會瞧不起我，但外人就說不定了。若是做得太過窮酸，傳出我們榮家攀附權貴，恐怕會有損我們的名聲。聽到了沒？還不快去安排！知道了，凶什麼凶？哎，据晴雯回報，荣家落魄後，白手起家从商，說的好聽是新晉名流，說的難聽就是暴發戶。難怪榮承志這麼在乎面子，又總演着不四不像。榮昭，我會用這個時代的方式拿下整個榮氏，還你做謝禮。女孩子家家，成何体统？你干嘛？你的体温怎么这么低？是因为一出汗就带走热量，体温降低也很正常。我又不是没碰过你，你现在的体温低得不正常。这美人如玉，当然是冷冷清清的啦。你除了占了个人字，其他有什么搭边的吗？没事，就是有点低血糖。或许真是有多心寒。现代人的体质不同于古人，不能完全按照我们的习惯去理解他们。对了，九曜最近几个项目需要招标，看在你是我老师的份上，或许你求求我，我可以给你们荣家走后门。这荣家年年招標，年年陪跑，看在你出手的份上，幫助榮家中標，他們說不定不會小看你的。不必費心，按規行事即可。九曜有項目要競標，這次我們榮家不能再失敗了。榮昭，你代表我們榮氏去競標。爸，那些長老本來就看重他，要是你再把這麼重要的工作都交給他了，到時候外人豈不是只知道榮昭，不知道您了？榮浩，你全權負責競標。榮昭，你記得在文人小姐和老先生面前多說說榮氏的好話。此事不是由我負責，我不便干預其中。我可是為了你好，你不領情就算了。我明白你的心意，但公司事務當公事公辦。什麼心意啊？你不要亂說。他居然笑了，這算什麼？對了，蘇小姐最近如何？我說你總是讓人起起落落的，你乾脆去開雲霄飛車好了。哼！他很好，謝謝你的關心。我忙着招標，這段時間不許再來了。九曜的這個項目往年都是固定和麗寧合作的，今年開放招標，秦氏不一定沒有優勢。麗寧產品質量越來越差，工期越拖越久，九曜那邊肯定是忍到了底線。有少主帶領我們，秦氏一定能拿下這個項目。具體策略，等我看完資料再商議。好的，少主。要不是爺爺沒空，我才不來聽這無聊的招標方案，簡直無聊透了。我是榮浩，很高興參與本次競標會。現在基於目前大環境的影響下，很多公司都不景氣，但我們公司的技術可以說是相當的成熟且完善，現在是缺少投資和量產。我相信我們的技術一旦投入市場使用，一定會引起非常大的反響，到時候整個市場都會為我們而歡呼喝彩。周玲，一會兒一起去吃飯吧。說完了就趕緊滾，公司不談私事。哼。
快結束了。我是秦氏此次竞标的负责人，荣昭。下面，我将针对秦氏的优势展開闡述。首先，我們秦氏是國內頂尖的投資集團，擁有着國內數一數二的資源。秦氏的競標方案到此結束。文人小姐，你還有什麼需要了解的嗎？你也太厲害了！你當我家教簡直太屈才了，你都可以去教 MBA 了。你要是想學，我可以教你。老爺子年事已高，你作為一家長女，更應該扛起責任，不要再吊兒郎當了。算了，我是女人，他們不会聽我的。由来巾幗甘心受，將軍何必是丈夫？你有我和秦氏助你一臂之力，你又何必妄自菲薄？既然你无心上進，那就當我剛才自作多情。喂，爷爷。灵儿啊，今天是定期验血的日子，别忘了。放心，爷爷一定会找到辦法救你。我知道了。是啊，我有責任带領家族更上一層樓，可我這樣的身體反而只會拖累家族。浩浩，這是怎麼了？竟然是秦氏中標，他們憑什麼？好了，你搞砸項目也不是一次兩次了，你爸不會說什麼的啊。媽的意思是啊，文人家反正也是日薄西山了，再過幾年，沒準啊，這5大家族之首就不是他們了，一個小合作，丟了就丟了。聽說這文人老爺子花了大手筆，滿世界找什麼傳說中的靈藥。都什麼年代了，還信這種童話故事？捨不得死也不是這麼個活法吧？這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何況文人家還沒沒落呢。同齡人裡只有你、秦雯和榮昭還沒結婚，秦雯已經有了未婚妻。你要是能得到文人卓靈，這榮家呀可就發達了。文人卓靈見了我理都不理，卻恨不得粘在榮昭身上。我怎麼得到他？靠搶？只要你們最後在一起了，是偷還是搶，有什麼關係呢？媽，我明白了。突然發消息約我在酒店見面，打電話人又不接，神秘兮兮的。難道他真的要約我？想什麼呢？像他這種老古板，估計是想叫我酒店禮儀。不過搞得還挺認真的，還專門找了個實景。根據調查，蘇之遙不是訴訟，
只是长相相似罢了。蘇小姐，你怎麼在這兒？靈兒呢？還是說你們這麼快就解決了？蘇小姐，這是什麼意思？文人小姐在哪兒？和我有什麼關係？你不是給她發信息說約在華悅酒店見面嗎？什麼？不好，出事了！麻煩你通知秦雯，速來華悅。卓灵，我终于要得到你了。老古董。荣浩，你放开我！救命啊！你叫破喉嚨也不会有人救你。放開我！有沒有人你別怕，沒事了。你怎麼才來？少主，春宵一刻值千金。怎麼？你現在怎麼不說男女授受不親了？你這還笑得出來？那我繼續哭。哎，別，你還是笑起來好看。我怎麼說出那麼輕浮的話？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什麼時候都好看。不對，我的意思是……好了，不要說了，你先走吧，我一會兒讓爺爺來接我。好的，那我就先走了。你換衣服的時候記得關好門，以防萬一。爺爺，別囉嗦了，你快走吧。明明是我要他走的，怎麼自己就那麼生氣啊？爺爺，乖孫啊，這是怎麼了？就是那個……榮浩這個畜生，簡直是不把我文人家放在眼裡。吩咐下去，就要永不和榮氏合作，和榮氏往來密切的企業，通通拉入黑名單。榮家人不准踏入文人家族名下的企業一步，除了榮昭。少主，我們趕在監控被文人家銷毀前，拿到了一份備份。少主，不如我們買通記者，把這段記錄寫成新聞稿，這樣一來，一定能使榮氏股票大跌。不行，裡面拍到了文人卓靈，我們可以做打碼處理，重點放大榮浩的打碼可以完全保護他嗎？這種緋色新聞中被關注的大多是女人，打碼也不能100%保證文人小姐不會受到影響。行事當光明磊落，若需遮掩，則其事必非正道，既非正道，何必為之？少主英明，是我考慮不周了。
那荣浩那邊需要我們出手嗎？不必，交給文人老先生即可。事關文人卓靈清白，我们不便干涉過多。明白。三立拍賣行最近有一場周年拍賣，這是他們的藏品名冊。您感興趣的話，秦家會為您提供邀請函。嗯。各方名流，想必文人卓靈也會去。罢了，想必他現在也不願意見到我。能生死人肉白骨的通天满水。這以前我也有學過，想不到放到現代，竟成了稀世珍寶。通天满水來自上古時期，若灵力尚未消散，可助我修行一臂之力。哼，荣昭，當了秦家的狗以後，你混得還不錯嘛，連這種宴會都能被邀請，給我道歉，我何錯之有啊？倒是你，給老先生和文人小姐道歉了。哦，我倒忘了，文人家甚至都不愿見你，挺適合你的。你把非逼着我來給文人卓靈道歉，我有什麼錯？站住！吃裡扒外的東西！我。三立真是越來越掉檔次了，什麼不入流的鄉下人也能來這兒？學都沒上過，還來拍賣場，看得明白嗎？聽到了沒？你這掉檔次的東西，趕緊給我滾！別在這髒了貴人們的臉！身帶劣質假貨出來招搖過市，這就是你們所說的上當嗎？中昭，你是來當小丑逗人笑的嗎？你會個屁的賤婆！你這髮簪是青玉所製，算你有眼光。可惜了，你這只是最下等的青玉。什麼？高級青玉，玉質溫潤純淨，若做髮簪，走動時可見隱隱有光；而此簪，翠色單調，毫無天然之氣。你竟敢送我假貨，分手！你胡說什麼呢？不長眼的醜暴發戶，裝什麼呢？吵什麼呢？拍賣就要開始了，擾亂了會場秩序的，一律趕出去。蘇家現在可是5大家族第2，咱們惹不起。快走，快走，快走！蘇小姐，卓靈今天會到場嗎？哎呀，之前真的是個誤會，我是喝多了才……你還有臉出現在這兒？蘇小姐，我是真心想要向卓靈道歉的。老先生的怒火可是還沒熄呢，要是讓他知道你也在這兒，我可不敢說會發生什麼。還不快滾！哼！榮先生，不介意的話，就坐我旁邊吧，請。女士優先。哦，之前靈兒的事，多虧了你及時趕到。這件事只會勾起文人小姐不好的回憶，往後不必再提。我只是做了我應該做的。沒想到你還真心細。靈兒直率粗心，你們2人正好互補呢。蘇小姐，你說什麼？什麼都沒說啊。好了，拍賣會要開始了。今日的第一件拍品是風月玉壺春，乃是1000年前唐門門主之女唐素素親手燒制，贈與千劍皇陳希壽之物，500萬，800萬。榮先生若喜歡，不如便由智瑶做主，拍下贈你，算作回報。
你看我做什么呢？抱歉，是在下唐突了。我出1000万。哎，苏小姐，此物是赝品。啊？不可能吧？三立的鉴定团名气很大，有数位专家坐镇，怎么会有赝品流出呢？此物确实赝品无疑。你确定吗？为什么？就凭吴氏陈希寿，吴的东西怎么可能轻易被凡人得到？真狐釉质油潤，瓶身自內而外散發淡淡霞光，風月玉壺春的風月便是由此而來。而此物釉彩劣質，反光刺目不說，瓶口還有許多鏽斑。千劍皇不會允許自己的東西被糟蹋成這樣。榮先生，你懂得可真多，這麼快就看穿了其中關竅。榮昭懂得真多，一會兒也幫老夫長長眼如何？瑤瑤，你臉紅個泡泡茶壺呢？這有點熱。老先生，好久不見您了，瑤瑤好想您，快來坐。瑤瑤啊，爺爺也好想你。你家裡人都還好吧？靈兒，快坐呀，椅子上又沒刺。下面是我們三立拍賣行的壓軸珍藏，1000年靈藥通天滿水。終於讓我等到了。通天滿水價值巨大，且此3滴是當年千劍皇親手萃取，意義非凡，簡直就是謠傳。通天滿水非我創造，何來我萃取滴現在這些拍賣行什麼東西都千方百計和陳希壽扯到一起，簡直就是投機取巧。哎，你說這陳希壽像不像泡麵碗？泡麵碗？對啊，為了吸引人，超市的促銷活動不是通常都送泡麵碗嗎？在這裡啊，陳希壽的名號和泡麵碗有什麼區別？你有話也給我憋回去。什麼眼神？你也嫌我侮辱了陳希壽？你赤子心性，率真不會。陳希壽很欣賞你這類人，反而是他們這些人公正在侮辱他。你古董在誇我，他要哪西邊出來了？說了那麼多，還不快把通天滿水拿上來！通天滿水珍貴無比，出於對拍品的保護，我們拍賣行特意設置了一道難題：通天滿水就在其中一個盒子之中，只有拍下後才能打開。拍賣會也搞開盲盒，耍人玩呢？千劍皇是誰？他可是曾經萬步登仙的強者，人類的榮光。他的東西怎麼可能藏在爛盒子裡面？肯定是1號，我出200萬。沒錯，肯定是1號選1號。300萬，600萬。你之前的發言我可都聽到了，你說這通天滿水真的在1號箱嗎？不在。嗨，我就知道裡面肯定有套路，而且按照套路來說，這寶貝就應該在最爛最不起眼的箱子裡，對不對？啊，不對，不會真的在1號箱裡吧？1號800萬啊，900萬，1號1000萬，爺爺瘋了吧？趕緊讓老爺子停止唱價。爺爺，你的意思是？拍賣行所說的通天滿水的確在2號箱中，但那水是贗品。通天滿水取自九天道玄河，即使過去1000年，也不至於半點靈氣都感應不到。看來這又是拍賣行譁眾取巧的手段之一。唉，爺爺，啊，
會真的在1號箱裡吧？爺爺，我們回家吧。唉，灵儿，都是爷爷无能，找不到真正的通天满水。爷爷，你再说这种话我就生气了。唉，好了，我先扶你上楼休息吧。啊。你怎么来了？上次宴会你帮我作证，我欠你一个人情。既然老爷子想得到通天满水，日后若有消息，我会帮你们得到。行了，就凭你啊，别说大话了。什么人情不人情的，我又不是为了回报帮你，你无需担心。至于通天满水，这种東西太過於玄幻了，我才不信呢。初次見面，我只覺得他行事放縱，過於不拘險忌，沒有大家閨秀的樣子。但或許這正是這個時代的特點，這是一個很好的時代，不論出身、性別，人人平等，都有出人頭地的機會。同理，他也有自己的成長之路，不必要做所謂的大家閨秀。或許正是因為他的性格，只有和他相處時，我才能真正放鬆。你幹嘛呀？怎麼一聲不吭的呀？你幹嘛呀？怎麼一聲不吭的呀？對了，你以後就不要叫我文人小姐了，就叫我靈兒吧。靈兒？這不好吧？這有什麼不好的？瑤瑤跟爺爺都是這麼叫我的。你不是最看重什麼禮儀嗎？既然你是我的家庭老師，那這也不算逾矩了。你不許拒絕啊！靈兒，不過我說你怎麼一跟我待在一塊兒，你就發呆啊？你在想什麼啊？你怎麼才來？靈兒，怎麼這麼輕？抱歉，老先生，我們還是查不出來文人小姐究竟得了什麼病。但無論什麼病，依照器官衰竭程度來看，文人小姐已經到了晚期，尋常治療手段已經無法控制了。唉，我孫女兒還能活多久啊？如果……說來說去都是如果，有什麼意思？爺爺，我困了，先睡覺了。那你好好休息啊。榮昭啊，你替我看着靈兒，別讓她做傻事。唉，安靜下來的他，看着竟是這樣的瘦容，為什麼以前完全察覺不到呢？好冰，比以前更嚴重了。要是以前不需要碰到人，吾一眼就能觀出病灶所在。啊，這是寒冰谷。奇怪，我這是在做什麼？你怎麼在這兒？
本小姐应該沒有打呼嚕、磨牙、踢被子、夢遊的習慣吧？老爺子讓我照顧你。哦，對了，你的病有哪些症狀？我想想，體溫降低，怕冷，嗜睡，脾臟衰竭，手腳無力。果然是寒冰谷，病到後期，哪怕是3伏天，都仿佛置身於極寒之中，而血液為了取暖加快流速，加重身體和心臟的負擔，病人也將在宛如冰刃凌遲的巨大痛苦中死去。我是在心疼他，為什麼？你呀，為什麼總是看見我就愣愣的？靈兒，你醒了，感覺怎麼樣？我很好，爺爺。九曜最近事務多，一忙完我就趕緊過來了，麻煩你替我照顧靈兒。您太客氣了，靈兒身為我的學生和朋友，我照顧她是應該的。哼，我才不信！你看學生和朋友会是這個眼神。哼。既然國內的醫院治不了，爺爺帶你出國，找外國醫生看看怎麼樣？老爺子，靈兒的病，我想我知道原因。你說真的？来，我們外邊說。爺爺，我也有權利知道。靈兒說的對，這是他的命數，他有權知道。对，差點忘了，你是天劍皇陈曦壽的傳人，學識淵博，無所不能。天劍皇傳人，完了，之前還當他面吐槽，陳曦壽是碰面碗，他不會生氣吧？求你救救靈兒。爺爺，您太客氣了，您放心，我一定會救治他。好，可是靈兒得的是什麼病？靈兒的病是寒冰谷造成的。寒冰谷？寒冰谷？我聽說過，1000年前還有人妄圖用此谷暗害千劍皇，而後全族被千劍皇誅殺，此谷因此失傳。靈兒怎麼會染上呢？想必是有漏網之魚，將蛊毒強行留了下來。蛊蟲母體喜熱，也許當年他們往南疆逃亡，前世無的一時不忍，竟然報應在了1000年後，實在是不該。南疆，上一代被逐出帝都的5大家族之首，正是來自南疆。他們肯定是因為被我文人家族取締，懷恨在心，選擇對靈兒下手。通天滿水，好的，我這就命令人去查。有消息立馬通知我。寒冰谷很辣，以下蛊之人心頭血下咒，以命換命，不死不休，幾乎無解。這是失傳了1000年的奇毒，現代醫院查不出，很正常。難怪文人家糾結於通天滿水，幾乎無解。那就是說，若是真的有通天滿水，還有得救。好，我這就命令，加大力度去找。爺爺，夠了，爺爺，不要再被我花費人力物力了。再這樣下去，文人家族就要跌出5大家族之首了。少主，荣家竟然一直讓您住客房，這也太過分了。您還是搬去我們秦家。不必，只是一個住處罷了。這離中心醫院也近。哦，原來如此，我明白了。唉，肯定又想歪了。爺爺真是太傻了，為了我，值得嗎？沒什麼值得和不值得的，長輩的天然職責就是為小輩提供護蔭。你啊，就別再辜負老爺子一番好意了。
睡吧，別的事情有我，別擔心。你来了，灵儿昨晚病痛加剧，被送到抢救室，现在还没出来。可惡啊！一人做事一人当，有本事冲我来呀！为什么要害我孙女啊？要是找不到同天满水，我还有一个办法，或许能救灵儿。哦。木盒，好的，少主，我马上送去给你。哎，来，坐。荣氏啊，最近不太平，我和你妈商量过了，让你去向蘇小姐提親。哼，你要我和蘇之遙提親？啊，文人家族一日不如一日，而蘇家勢頭正猛，若我們能在關鍵時刻攀上蘇家，不就能位列5大，拯救榮氏危機呀？這麼好的事兒，怎麼不讓榮浩去？哎，他就是一個養子，怎麼能和你比呢？榮家遲早是要交給你的。說的好聽，其實是因為蘇之遙對榮浩印象不好，去了也會被趕出來吧。至於榮氏，也只有榮浩那個蠢貨會相信這個大餅了。除了文人卓靈，蘇之遙是5大家族中最漂亮的，家世又好，也看着不是也挺喜歡她的嗎？娶了她，對你和公司都是好事兒。就這麼定了啊！哎，這麼好的事兒，還是留給你自己。混賬！難道你要眼睜睜地看着我們榮氏失勢嗎？好處說完了，壞處呢？你，少主，您的木盒。少主，您是遇到什麼麻煩了嗎？屬下從沒見過您這種表情啊。我什麼表情？猶豫、糾結、搖擺、寂寞。少主，那個榮氏企圖和蘇家聯姻那件事，我也聽說了。難道您是在想這件事兒？如果，我是說如果啊，一個男人對一個女人，開心就跟着開心，難過就跟着難過，甚至想替她難過，這是為什麼？少主啊，這是木盒，您啊是木頭。不想挨打就直說。少主，感情您還沒明白自己喜歡文人小姐啊？怎麼可能？那般嬌柔造作的女子，不是我的類型。我理想的伴侶應該是蘇之遙或者素素那樣大方溫柔的女子。您不需要聯姻，既能獲得美人歸，又能取得合作，這樣一箭雙雕的好事兒，您為什麼猶豫了？還不是因為您有真正喜歡的人嗎？歪理。您對蘇小姐有好感，是因為她符合您一直制定的標準，配得上您。文人小姐雖然不符合其中任何一條，但她能牽動您的心神。不用謝，文縐縐的家伙。剛剛那是貼面禮，還有吻手禮，還有親吻禮。要不要我給你當老師啊？不如你就留下。你們繼續，
繼續。啊，奇怪，我这是在做什么？您笑了，我打赌，您刚刚是在想文人小姐，无论多么苦闷，一想到对方就会笑出来，这就是喜欢。滚！得令。是啊，我也没想到，我还能有用到他的那一天。你怎么又来了？我这个样子可做不了太极和礼仪。你之前不是说过欠我个人情吗？我想好了。你想让我做什么？帮文人家稳住地位。你这么说，那你做得到吗？我想和你拍一组婚纱照。我知道你要结婚了，你放心，照片不会传出去的。就是爷爷一直可惜了，看不到我穿婚纱的样子。我想了结他这个念想，也是为了我自己。哎呀，好了，我就開個玩笑而已。這你說，我一次戀愛都沒談過，這萬一被別的鬼嘲笑怎麼辦呀？親我幹什麼？最近想學習西方的禮儀，想請你教教我。你喜歡我為什麼不早說呀？我都要死了。我想談戀愛，我想穿婚紗，我想和你和爺爺一直在一起。好了，生病了還能又哭又鬧，我該是誇你呢，還是該罵你好？別鬧了，我有辦法可以救你。什麼？這是另一種果，需要用相愛之人的血作引，吃了它，你我二人便能同生共死。你的毒也能隨之被摧解，但代價是你我二人生生世世神魂捆綁，對對方忠貞不二。文人卓靈，逆天尚有生機，逆無絕無例外。若是你吃了此藥後敢背叛我，哪怕代價是同生共死，我一定也會親手殺了你。荣昭啊，你少慣着他，讓他自己喝。爺爺，你這是有了孫婿忘了孫女，我還沒出院，還是病人。秦氏自從新任家主秘密上任後，一方面注重優化結構，主動和九曜合作。據新一輪資產清算，秦家成功登頂5大家族之首。哼，要不是我，文人家哪會突然被超越？自戀。生一場就是這樣，一方唱罷我登場，局勢哪可能一直不變？和你有什麼關係？
好耶，我们终于结婚了。不过这打印下来之后，挂在哪儿呢？虽然答应了你闪婚，但结婚该有的仪式一样不能少。戒指我已经让設計師畫好了。哎呀，不聽，老古董念經，我都不在乎這些。我要趁着還活着，環遊世界，旅行結婚。乖，結婚儀式不能少，環球旅行也會有，但是現在，上樓放結婚證。Yes sir。這是文人家族的印章。靈兒啊，父母早亡，孩子在我身邊養大。雖然偶爾有點任性，但是個好孩子。以後啊，就交給你照顧了。靈兒是我的妻子，不管有沒有這枚印章，我都會愛她，護她一輩子。收下吧，榮昭。當年老頭子我向天劍皇發誓，只要有人能救靈兒，就讓他擔任文人族的族長。既然如此，那我便將這枚印章轉交給靈兒，以此作為信物，證明我秦家和文人家永結友好。秦家？難道你就是秦家那個新任的家主？哎呀，那個秦老頭讓他領先了一步。好在我們家也不錯，有千劍皇傳人做孫婿。這個是什麼？為什麼會在我房間裡啊？我送的。你為什麼送我這個？有什麼特別的嗎？你不覺得他和你很像嗎？你什麼意思？你就是說我像花瓶了？這樣更像了。榮昭，我才出院不到半個月，你就虐待病人，家暴你老婆，我要告你！休息10分鐘。還來呀？我不是和你說過嗎？我是修仙之人，你吃了那個藥以後，就注定要和我共享命數。這是另一種蠱，需要用相愛之人的血作引，吃了它，你我二人便能同生共死。你的毒也能隨之被催盡，但代價是你我二人生生世世神魂捆綁，對對方忠貞不二。文人卓靈，逆天尚有生機，你無絕無例外。若是你吃了此藥後敢背叛我，哪怕代價是同生共死，吾一定也會親手殺了你。你這身體素質實在是太差了，我的靈力對你來說反而成了負擔，就像是一個破壺，不管往裡邊裝再多的水，它總歸是兜不住。哎呀，好嘛，我知道了。我可告訴你啊，我以前可從來都不運動，我可為了你付出了這麼多，你一會兒可得補償我。
好，好，好，遵命，老婆大人，今天晚上一定好好补偿你。我指的不是那个。那个是哪个？我说的是今天晚上给你按摩。顶好了。家主，没事儿，你去忙吧，我等秦雯。好的。哎，先生，先生，你想做什么？我们店可是有最齐全的安保。说什么呢？老子要抵押借贷。好的，先生。这些都是您要抵押的东西。可恶，荣家彻底失势，就要宣告破產了。我得趕緊在查收資產的人來之前，提前把值錢的賣了，飛到國外去。到時候我看誰能抓得住我。李慧蘭那老太婆還求我帶上她，又不是我親媽，我憑什麼要對她負責？有事兒找榮昭。榮昭，你怎麼在這兒？這東西不是李阿姨的嗎？該不會是你偷的吧？白眼狼，榮家剛出事就迫不及待要跑路了。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你們有什麼資格說我？落到這個地步，還不是因為你們？慢死了，手腳給我快點！先生，您這些東西都是假的。怎麼可能？不可能！這些都是榮承志買的，怎麼可能是假的呢？我們誠信銀行的業務能力可是全國上乘，寶貝的好壞我們一眼就能看出。這些就是一堆不值錢的破爛，送我們都不要。對榮承志來說，妻兒都是棋子，誰給他利益他就對誰好，沒用了就一腳踢開。那些表面上的好和疼愛，也肯定會有破裂的一天。不可能是假的，意思是被你碰過了，東西就成了假的唄。文人卓靈，別以為你是女人我就不敢打你。你敢打我，敢動我的妻子，你好大的膽子！您定制的戒指到了。那是堪稱神級的亞歷山大便石，這麼大一顆，全球有價無市。喜歡嗎？榮昭，你哪來的錢買鑽戒？哦，我知道了，一定是你偷了我們家的東西，用這些髒錢買的戒指。住口！不准對我們家主不敬！家主，是你收購了榮氏，是你把我們趕出了榮家，你毀了榮家。群英問我，是你們自己害了自己。本來想着等戒指到了，給你補上求婚的，沒想到被不速之客打擾了。秦雯，把他拖出去。是。等等，嘿，靈兒，我就知道你心裡還有我。我啊，最喜歡打臉遊戲了，當着敗者的面被求婚，簡直太爽了！快，幫我把戒指戴上。你啊，真是個小。以後不准再踏入帝都一步。你是何方神聖？又是榮家大少爺，又是晨曦獸傳人，還是秦家家主？你這已經不是扮豬吃老虎了，是吃大象。不管我是誰，你都是我的妻子。
뭉게뭉게 손잡아 사르르 또 사라져 너 아이스크림 초콜릿 딸기 크림 모카빵 사르르 또 사라져 너